我那边解决完了，过来帮我。光之咒力！可恶！月夜，你这个叛徒！这就是你的本体吗？让本大爷看看你的力量！看我这个准头怎么样？芈月半阵。下一个就轮到你们的阿宝殿下了。自魔族降临圣魔大陆起，便存在着72柱魔神。魔神之间以实力为尊，因而排位常有更迭，但唯有日月星3柱为72魔神永恒的中心。其中，日柱魔神皇为魔族之首，以其强大的血脉之力统领全族，是魔族乃至圣魔大陆第一强者。月柱月魔神实力仅次于魔神皇，皎月清辉下，他便是夜之主宰，轻易可毁城池，摧山海。而星柱星魔神对比前2柱，虽无明确的战斗能力，但他却仍是魔族令人畏惧的存在。只因星魔一脉可掌控星轨法则，世间万物皆入星盘，由其操控。虽无法战斗，却能运筹帷幄，知晓过去未来，更可改天地规则，逆转结局。看来他们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如今只差1步，我们就能拿到神格。殿下，他们现在应该在梦幻神殿里面等待我们，那就去完成这最后一步。奇怪，只是这样吗？殿下，不要过来，有埋伏！地狱之花！力量加持！全力操控！雷神之拳！天使救赎！恶魔之玉！拿几个废物的技能就能对付我了吧？当然不会，只要能拖住你们就行了。现在阵法已成，殿下当心，这是现在已经用不上你了。破坏梦幻天堂者，挡住！
四象大阵蕴含了整个梦幻天堂的法则之力，你们是无法挣脱的。我杀了你！别嘴硬！大阵会逐渐剥夺你们的所有能力，很快，你们就会变成2个废人。四大神殿并没有被破坏，而其余继承人身死，都是因为被剥夺了力量。能做到这一切的，恐怕只有你了。对，可以动用法则之力的神格。没错，现在用在你们身上的法则之力，是其余继承人的1000倍100倍不止。你们今天必死无疑！不是让你不要出来吗？哼！肆意损毁梦幻天堂，残忍的屠戮生灵，我一定要代替自然女神亲自审判他们！果然只有这样，你才会现身呢。时间之始，规则运转；万物之末，法则逆转。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梦幻天堂的法则被更改了。殿下，最后一步已成，现在整个梦幻天堂已由您掌控，神格也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干得不错，终于没必要再陪他们演戏，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法则之力。遵命，殿下。锁链在反向吸收我们的力量。这怎么可能？你怎么能逆转梦幻天堂的法则，并据为己用？你能布下4象大阵，我们自然也能布下逆转法则之阵。在梦幻天堂内布阵，我不可能察觉不到。是在其余继承人去攻击4大神殿的时候吧？先是让所有人都以为你们的目标是击毁4大神殿，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在这里布下逆转大阵。既然你们早就能推算出梦幻神殿的位置，却仍旧大费周章，说明你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逼迫神格现身。能想到这一步，还算不错。神格若想隐匿，不知还要耽误多少时间。果然很迟。也太小看我了！你以为单凭一个逆转大阵就能抓住我？谨遵自然女神法旨，在此梦幻天堂危难之际，请您降临。精灵龙，精灵龙乃梦幻天堂真正守护神，拥有100万灵力。纵使献出我的肉身，也一定要将你们诛杀！怎么回事？召唤法阵为什么没有反应？我说过，你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那条精灵龙，就让它继续沉睡。怎么会这样？就连精灵龙都一早被算计。不仅如此哦，召唤精灵龙会削弱你的自然之力，现在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得到你，所以这也是计划中的一环。放开他！好了，终于到你了。
在梦幻天堂内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被我计算，而唯一改变过我星盘的人类，你还能破我的局？你星盘中的变数，就是他。是的，殿下。梦幻天堂之行，要获取神格，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逼神格主动现身。围绕这一点，我在出发之前就做过演算。在那次演算中，将精灵龙震出局后，再将梦幻天堂内所有生灵屠戮殆尽，4大神殿皆属破坏，神格自会现身，变成我的囊中之物。但现在，星盘却出现了变化，有颗星星偏离了轨道，搅乱了我的星盘。但很奇怪的是，那颗星星的轨迹却被某种力量遮蔽。以我目前的能力，无法去推演它的动向，于是我必须做出改变，重新布局。我在星盘上推演了126次，终于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结果。我将为他们挑选好对手，以及最后的葬身之地。只有这样，才能走到最后这一步。能灭我族6位继承人，在将计就计布下请君入瓮这种局，身为平凡的人类，你已经做得很好。但走到这一步，你们已经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所以你还能破我的局吗？看来他与其他人类废物并无区别。如果能更有趣就好了。殿下，我的最后一步已成，请您获取神格。虽然比我预计的还要容易，但父皇应该会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成神了。陛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已为您筹谋好了一切，但最终能不能获得神格，还在于您自己。从一开始我就想到，既然你们的目标是神格，那就只需要将神格藏在一个你们永远也得不到的地方。殿下小心！这是什么？竟然有凌驾于法则之上的威能！好险，差点就坚持不住了。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也许你该多推演一次，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请君入瓮。胆敢触怒无极无之传承者，皆化为怨灵养分，虽无一起，长眠于此，永生永世不得脱身。原来如此，难怪我推演那个人类的星盘却毫无所获。原来真正保护他、阻碍我推演的，是更高等级的存在，是长夜天才莱克斯。谢谢你，光明之子。我们竟然能打败魔神皇的继承人，团长实在太棒了！
是我无能，将你置身危险之中。在这里，我连星盘都调动不了，我辜负了你的期待。文迪，你的最后一步结束了，而我的第一步才刚刚开始。法则之力，剥夺！果然只有这样，你才会现身呢。你怎么能逆转梦幻天堂的法则，并据为己用？我说过，在梦幻天堂内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被我计算，你还能破我的局吗？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请君入瓮。殿下，是我无能。文迪，你的最后一步结束了，而我的第一步才刚刚开始。父皇说，你有一样东西要给我。殿下，这星盘中蕴含着一道我的大预言术，此行若遇无法挽回之局，您或许可以用它来逆转结局。大预言术，我记得要运转它，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需要献尽你星魔一族的血脉。此行，我会派门迪与您一起。原来如此，原来这才是我此行的意义。那么就请殿下赐予我生命的终结吧。殿下，这是我的无上荣幸。大预言术，万物轮转。规则重新，生命进攻。殿下，我已经重新界定此处的规则，除了尊贵的逆天魔龙一族，无人可以行动。您可以轻易地获取神格了。另外，我懂得最重要的一颗星星，就是将月夜放在了那个人类身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演算中，这是唯一能使神格现身的方法。希望你以后可以小心。最后，谢谢殿下，我玩得很开心。预言真的很有趣。你做得很好。现在，终于轮到你了。你还拿什么阻我？梦幻天堂的一切都是因你而存在，无论如何，你都要保护好自己。只要你在，梦幻天堂就不会灭亡。
醒醒！妈妈，晨晨，妈妈！天王，放开他！刚刚是我的错觉吗？他身上怎么会有父皇的影子？我竟然被一个低级的人类给唬住了。龙浩辰，真是让我意外。有我在，你就休想带走神格！什么？叶小泪！没想到你要走到这一步。神格融合了，我们得救了！是团长救了我们。浩辰，我龙浩辰，承载神明之力，代行神明之职，一切侵犯梦幻天堂者，斩！少给我装神弄鬼！以你目前的灵力，融合过就会心神俱损。更能不断汲取对手的战意与精神力。来吧，让我看看你所谓的神格融合有多么的可笑！神明之力，岂容你亵渎？神明自然，春野之乱。自然女神并不是擅长战斗的神明，强行与只有6阶的你融合，更难发挥出神明真正的力量。收起你的渔网，你也配斗神明之位？本神之焰，夏日流火！怎么越来越弱了？以凡人之躯承载神明之力，你的身躯又能坚持多久？少废话！求杀之刑！血影烈焰！
真不错啊，龙浩辰，差点就被你给杀了。可惜，自然女神并不是擅长战斗的神明。殊死一搏，来呀！我要把你的脑袋和神格一起献给父皇。既然你想死，我就送你一场。奇怪，人呢？好久不见，现在是时候了吧？命运之神明之地，觉醒之刻，方是拔剑之时。此刻是时候了。拥抱着我的信仰，踏过千山越过万水去能量。我不管荆棘密布，人群险阻，全力以赴。在起舞，不去险阻，不退一步。神之意志，至圣至明，尽武尽逆，神之全责，诛罪诛过，全知全能。令降神明之威于光明之子，神眷觉醒。光源女神继承者，岂容尔等冒犯？双神加身，他竟然同时得到了自然女神和光明女神的认可。怎么可能？真有罪人亵渎神明，罪不容恕。将由自然女神同光明女神继承者龙浩辰持光明神剑于审判台上裁决罪人。我动不了了。罚免其传承之免，灭其10万灵力，诛其本体，以裁决罪恶。杀！万物轮转，宿命既见，唯心所现，为时所变。陛下，只差您的最后一步了。我已经诚心界定此处的规则，除了尊贵的逆天魔龙一族，无人可以行动。没想到你要走到这一步。神格如何才8阶？生给我装神弄鬼！以我龙旗与炼狱降临，收起你的渔网，你也配懂神明之威。命运之神明之地，觉醒之刻，方是拔剑之时。今有罪人亵渎神明，罪不容恕。杀！
放心，哪怕粉身碎骨，儿臣也必定会拿到神格。哼！你天魔龙族不能说！有之心，贯无之血脉始源，强力绝代！浩辰，这是结束了吗？梦幻天堂的屏障竟然被撕裂了！魔神皇降临！这个结果比本皇预想的还糟。真令我失望了。但也有意外的惊喜。没想到你能把阿宝逼到这等地步。彩儿，大家！百万灵力之上是神明规则的战造，你还是个初学者，不用太着急。龙浩辰，你也许比阿宝更有潜力。不走神格，神格已与我融合，只要我死，神格也会消失，你永远都别想成神！但最终能不能获得神格，还在于你自己。原来如此。继续成长吧，龙浩辰。现在的你还太稚嫩，下次见面时，你和神格都一定会属于我。生灵听令，现以最高礼遇恭谢双神使者
守卫我梦幻天堂太平。团长，魔神皇和那些魔族都走了。是团长将他们赶走的吗？那可是魔神皇啊！团长，也太厉害了吧！光明女神的神眷者，谢谢你和你的伙伴拯救了梦幻天堂。你刚才喊我神眷者？对，宇宙之始曾诞生过代表宇宙绝对意志和最高权责的创世之神，他创造了各个神明与位面，这些神明代表了远古最强的力量和至高的全能。虽然数万年来他们已经远离人类，只留下了模糊的虚影和传说，但如果一个人的先天内灵力超过90点，那他就是受到神明眷顾的人，成为神眷体质，拥有神眷觉醒的可能。一旦成功完成神眷觉醒，即为神眷者，同时也代表你已经被神明选定成为他的继承者。什么？神明的继承者？这也是当初我会选择你来守护梦幻天堂的原因。太厉害了！我们团长真不愧是万里挑一呀！另外，他也有神眷体质，而且距离觉醒不远了。什么？2位神明继承者？神眷觉醒后有什么益处吗？那可多了，不但天赋会更完美，灵炉和武器也会随之进化，同时你还能获得神明赐予的天赋技能，并且借用神明之力。神域天阳三绝，这就是神眷觉醒给我带来的天赋技能。你应该获得光明女神赐予的秘技了吧？这可是属于光明女神神眷者的奖励啊！专属？因为每一位神眷者所属的神明并不相同，所以真正觉醒后获得的奖励也各不相同。一切都要等神眷觉醒时才会揭晓。我的乖乖，咱们团也太厉害了！这样下去，魔族何愁不灭？成神对我们现在来说还太遥远，光是100万灵力这一点，纵观整个圣魔大陆，也只有魔神皇一人能够达到。我们还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不过，成为神明继承者之后，我倒是感受到了更多浩瀚的东西。与自然女神神格融合那一瞬，我脑袋里突然多出许多信息。等等，这是……小雷，精灵龙前辈，请再帮我一次，或许我能创造一个奇迹。紧张，团长说的那个奇迹真的能实现吗？一定可以，我相信龙团长。安心等着吧，如果有一个人能创造这种奇迹，那也一定是团长。开始吧。我代行自然女神的权柄，执掌万物生机；我代行光明女神的权柄，执掌生命本源。我将赐保卫梦幻天堂的英灵至高无上的生命祝福。
能跟随光与风的指引，重回人间。真是异想天开，怎么能只凭一瞬的记忆就加以双神之术？而且，这还会极大的损耗他的心神。可你还是相信他，对吧？可这毕竟是神明的魔法。对我而言，他的所作所为也宛若神明。愿你能想起最动人的眼眸，愿你能想起每一次的开怀大笑，愿你能想起初春的嫩芽，有淡淡的香气。风是凉的，滴在你脸上的露水也是凉的。耳边的虫鸣有点吵闹，饱满的果实竟异常甜美。阴凉与暖阳之间，洋溢着兴奋的细小尘埃。还是不行吗？愿你记得生命中每一次的心灵触动和差点错过的美好。鹏兄弟，你来了，特别好吃，尝尝。好甜，是吧？小多将军，我来带大家回家。英灵们，我们回家。这是结束了吗？好沉。我这是怎么了？我好像记得我已经被那头狗熊魔蛛杀了。所以这里是地狱吗？不，这里是梦幻天堂。大家欢迎回来。有之心，万物之血脉之源，让力决赛。百万灵力之上，是神明规则的战斗。继续成长，龙浩辰。现在的你还太稚嫩。一旦成功完成神卷觉醒，即为神卷者，同时你还能获得神明赐予的天赋技能，并且借用神明之力。这就是神卷觉醒给我带来的天赋技能。他也有神卷体质，而且距离觉醒不远了。
没想到我们几个都已经死过一次了。谢谢龙兄弟所做的一切。既然行动已经结束了，我们几个也该回镇南关复命了。这次真的谢谢你。张放放，这把刀你拿着，之前你救我一命，以后你可以用这把刀向我提一个要求，只要不违背原则，我王媛媛一定万死不辞。战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不喜欢欠人情，很麻烦。好，我收下了。那咱们后会有期。龙团长，我们就先走一步，回去复命了。龙兄弟，后会有期了。多谢龙团长救命之恩。以后若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我等在所存思。他是个好人。我知道。小泪，我们也是时候要回去了。光明之子，为了感谢你们对梦幻天堂的帮助，我有好东西要送给你们。啊，是灵炉啊！没错，这是我挑出来最适合你们的灵炉。理论上来说，灵炉越多越好，但灵炉如果互相冲突，反而得不偿失。我吸收千机灵炉时，是靠巡回灵炉强行压制，若是再吸收，恐怕会出问题。的确，每个人能吸收的灵炉有限制，但我可以帮你们进行灵炉合成。灵炉合成？将拥有的灵炉合二为一，保留原本的能力和属性，不仅威能会提升，还能孕育出新能力。这就是梦幻天堂最大的奥秘之一。可浩辰为什么没有新的灵炉？因为梦幻天堂已经没有更适合光明神眷者的灵炉了，再吸收一些其他灵炉，对他未来并无益处。不过，我可以帮龙浩辰体内原有的2个灵炉进行合成，威力也会大大提升。那就谢谢你了。好啦，事不宜迟，现在就来合成灵炉吧。与圣影灵炉合成，大幅提升光属性灵力，还可以自主施展超强光系法术辅助作战。星焰灵炉和焰之鹰灵炉合成星焰凤凰灵炉，拥有超强爆发。紫雷灵炉和光之重影灵炉合成紫幻神雷灵炉，拥有惊人的雷系破坏力。替身灵炉和时光灵炉合成时光之蝶灵炉，同时开启3倍生灵之门，主宰世间生灵。空间之门灵炉，穿梭空间，神妙莫测，随心掌控战斗节奏。光之守护灵炉和光之聚合灵炉合成光之庇佑灵炉，战场能量支援，团战绝对控场。吞噬了千机灵炉和真实之影灵炉，杀伤力大幅提升，可以每天使用1次巡回灵炉而不受反噬。
怎么了，彩儿？你没事吧？他那寻回灵路过于霸道，我送你去帮他，把他唤醒。彩儿。 醒醒，彩儿，彩儿，既然你们已经没事了，那就是时候说再见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你们离开之后，梦幻天堂将关闭，我会一边重建梦幻天堂，一边清除魔族制造的梦魇。但此次魔族也损失惨重，我有预感，魔族不会善罢甘休的。梦幻天堂乃神命遗迹，魔族无法轻易进入进行报复，但你在外面可就太危险了。 你之前之所以能获得双神加持施展神迹，是因为梦幻天堂本身蕴含神明法则。一旦你离开梦幻天堂这片神明遗迹，将无法再次使用神迹。所以，我给你留了一丝精神联系，在你需要时我会帮你，但是我也希望在梦幻天堂有需要时，也能伸出援手。放心，只要你们需要，我一定在所不辞。 大龙，我们要开始重建梦幻天堂了。刚好借此机会重新规划一下梦幻天堂吧。哎呀，你都一把老骨头了，就别折腾了，省得到时候努了腰。 梦幻天堂里怎么会有第3位神明的印记？什么？你是说梦幻天堂里有自然女神的神格？难怪魔神皇如此在意。看来魔神皇的修为已经到达了神的层次，才这么急着需要神格助他成神。还好这次有你们团队，才没有让神格落入魔神皇之手。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孩子，你们阻止了一场人类的大浩劫呀！这太大了吧？对呀。咱们再练练。哇！你看，这次的烟花也太漂亮了吧！梦幻天堂一战。 我族10余位少年天才舍身忘死，力战魔族，为我族打下了漂亮的一仗。现给予他们镇南关1等功奖励。我们的榜样！其中。 龙浩辰率领降级21号猎魔团，更是力挽狂澜，诛杀7位魔神继承人，守住了梦幻天堂。又是龙浩辰这个大英雄，太牛了吧！不仅如此，他们还带回大量灵炉，让梦幻天堂站在了我们人类的战线。从此，所产灵炉将全部归为联盟所有。 经联盟商议后决定，给予特等功奖励。空影水晶，居然是空影水晶！不错，这是老人特地给你准备的。哎，空影
银水晶是什么？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没听过很正常，毕竟空银水晶已经遗失上万年了，1万多年前的辉煌年代，我的先祖巨灵神曾用天外晶石与自身神血融合，打造了7颗自带神力的空银水晶，镶嵌在巨灵神之盾上，使巨灵神之盾威力可开天辟地。但随着巨灵神的陨落，镶嵌在巨灵神之盾上的7颗空银水晶也遗落到了圣魔大陆各处。我原本的3颗，还是祖上花费近1000年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代代传下来的。这次又加了1颗，我的巨灵神之盾威力至少会翻上2倍。那要是集齐7颗空银水晶，巨灵神之盾就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了。不怕不止，应该还能召唤巨灵神。不错。没想到联盟居然给了我们如此珍贵的东西。哇！还有呢！你们看，灵玉血绿、九级魔晶，这些宝贝我还是头一次见呀。还有这个，这可都是有价无市的宝贝。哼，你小子先别那么激动，还有更好的呢。别等会儿兴奋的晕倒了，可没人管你呀。到底是什么宝物，竟然让6大殿高层一起出手？这是猎魔统御令，执此令者，所有猎魔团都会无条件支援，包括称号级。灵殿主，这份礼未免太大了。大吗？我们还嫌不够呢。毕竟比起你们的功劳，一点儿也不算大。这次你们击杀了那么多魔神继承人，接下来的2族局势会更加复杂难测。龙浩辰，你准备好了吗？当然。无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终究会赢。对此，我无比坚定。此次你能从梦幻天堂活着回来，已属万幸。接下来，好生休养一段时间。不，父亲大人，此行对我来说有超乎预期的收获。我反而觉得我有更多事要做呢。龙浩辰，你竟然连阿宝都能阻止，我得重新计算一下你的价值。父皇，宝哥他主动进了魔龙血牢，就算是9级，在那里也是9死1生。勇气倒是可嘉，想证明自己的能力，那就给我活着走出来。你的禁足还没有结束，好好想想你应该做的事。是。我竟没有带回神格，输给一个人类，感激求悔。父亲，是不是只要我变强，成为父亲的继承人，就会来看我们了？一个魔兽主决定是现任陛下最残血在意。身为逆天魔龙的太子，这份痛苦和耻辱都将化作未来的基石。总有一天，我会将一切千倍百倍的夺回来。我既能降服血煞炼狱成我的东西，这血牢也必将臣服于我。伤害我的孩子龙浩辰，我要撕了他！一群卑贱的牲畜！
的死亡叩响了沉寂的群星。新的乐章即将奏响了，最耀眼的星辰，你会陨落吗？只要不违背原则，我王媛媛一定万死不辞。彩儿，我送你去帮他，把他唤醒。快醒醒！龙浩辰率领降级21号猎魔团，更是力挽狂澜，经联盟商议后决定给予特等功奖励。盟主听说你的蓝雨光之芙蓉还在进化中，暂时无法使用。他让你回去后，先去一趟圣盟拍卖场，说不定会有所收获。我还有另一份礼物留给你，也许不久之后，你便会知晓。光明女神留下的礼物，会是师祖说的收获吗？上城，本公主终于回来喽！团长，为啥咱们一回来就往拍卖场跑啊？拍卖场有啥宝贝吗？走吧，等进去就知道了。哇，今天到底有什么宝贝拍卖啊？欢迎大家光临圣盟拍卖场。哇，拍卖师都这么漂亮的吗？怎么，光头动心了？不，我不喜欢这种，我喜欢那种有着一头长发、单纯的像小白花一样的姑娘。小白花，这就是你说的小白花？我没看错吧？这就是我梦中情人的样子呀！快，韩宇，快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吧？好嘞！真的！竟然是真的！这姑娘是我的，我现在就对她发起爱的攻势！光头，你先别冲动，别急，待会儿拍卖会结束了，就让林心带你去找她。先坐下吧。本次的拍卖会有些特殊，所以我们请来了圣盟拍卖场的少主风铃儿小姐，为我们宣布拍卖会的规则。本次的拍卖会只有一件拍品，并且这件拍品不会进行金钱拍卖。哪位贵宾能够让他认主，就能带走他。啊，不要钱就能带走，这么白菜啊？恰恰相反，这说明他无法用金钱衡量，认主的条件应该很难。它是一把传奇之剑，第一任主人用此剑开拓出了光，为整座大陆带来了光明。第二任主人用此剑剑斩7位魔神，最终也对魔神皇造成了伤势。他剑指深渊之人，他痛饮魔族之血，他天生属于光明之人。他是200年前光明剑神叶无伤所用之剑，是战士殿的神话之剑。而他，也是1000年前光明女神的剑，名曰光明女神咏叹调。是他。那柄光明神剑，也就是光明女神留给我的礼物吗？可惜的是，在光明剑神陨落后，这把剑选择了自行封印，已无法再度出鞘。所以，
只要哪位贵宾能够让此剑出鞘，便是此剑的命定之主。现在，请所有想要仪式的贵宾上台。据说，这把剑刚自行封印时，很多人都想要为它解封，但就连当年的神印骑士也无法将它拔出。别人也许不行，但我们团长一定可以。他可是被光明女神眷顾的人，光明女神的剑见了他，那不得赶紧飞过来？我这八阶战士也太拼了吧！这是要把拍卖场震塌呀！给我松开！你们团长也来了，请让我试试吧。好浓郁的光明气息！神剑居然有反应了，他甚至都没有握住他，他才几阶啊？看起来年纪这么小，怎么做到让神剑共鸣的？多谢，我会好好珍惜这把剑。此剑还有一道封印，待时机成熟，它自会解封。到时候你会看到这把剑真正的威能。龙浩辰，光明会指引你的前路，但真正的神之光明，却只会在暗之深处绽放。去往暗之深处，这是我的未来。另外，在你身上还有更高位的神明留下的印记。他身后是光明女神，他竟能借用神的力量！女神显身显灵了，神剑认主啊！这么多强者都拔不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神族，您的神剑终于重见光明了。恭喜，试炼通过。哇，团长，你这把剑太牛了吧！我们卡了这么久的关，你一剑就把他们全干翻了。这把剑虽然是光明女神所赠，但它也是战士殿的神话之剑。等有机会得去一趟战士殿，征得他们的允许，才好在战场上使用它。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就在永恒之塔闭关。等我们把灵力都提升到6000点以上，就去猎魔塔升帅级接任务。这一关是第1层的最后一关，通过后，我们就能去第2层了。怎么突然关上了？没用的，第1次选主试炼只能由主人1个人完成。少年，欢迎来到第1层的选主试炼。神呢？平时不是早就出来了吗？要击败的对手与那座石碑有关。辉煌年代曾出现过12位能人隐士，他们不问世事，不落凡尘，但却从没有人敢忽视他们，因为这12人一旦出鞘，必使大陆生灵涂炭，所以就连他们的名字都成了当时的禁忌。唯独伊莱克斯大人能令他们臣服。最终，这12位隐士再无踪迹，而伊莱克斯大人身边从此却多了12名亡灵亲卫。伊莱克斯大人带着他们向辉煌教廷宣战，颠覆了整个辉煌年代。不过主人这次要面对的是圣位11和圣位12，他们俩可是曾经被称为王之先锋的恐怖存在。啥？跟这些几千年前毁了整个大陆的人打？没搞错吧？圣位12在圣位里最擅长用刀，他从小就伴火而生，淬炼了一身金刚不坏之体，很难有人打得动他。
域力量的掌控力，好强！你是谁？为什么会有主人的传承？他既有永恒旋律，那肯定是主人指定的继承人了。而圣位11对冰雪的操控能力极强，别看他平时只会雕花，只要他想，所有液体都能成为他的武器。你不配做我们的主人。前辈，12，你陪他玩玩，睡了几千年，也该活动活动了。玩玩就玩玩，只要你能接住我一招，我就臣服于你。还请前辈赐教。我蓄力一击，竟然对他毫无作用。快！在我失去耐心之前，陪你玩玩，有什么招式？拿出来！力量、速度、就凭此，到我的我倒觉得是个不错的苗子。寰宇刃斩！东杀玄元剑！还有什么招式？把血出来吧！修罗斩！哦，这招他也会。修罗斩，真是路棒！那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修罗斩。挑战失败。快找起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浩辰，别担心，我没事，我还想再试试。主人别急，要不先休息几天吧。肉体被灭的体验可不是常人能承受的。前辈再指教。这小子有意思。他真的想杀死我？在修罗斩鼻祖面前秀技能，人家当然想杀你喽。鼻祖，修罗斩是你自创的。我没事，请前辈再指教。放心，相信他。好强！为何他的修罗斩杀气如此强劲？原来如此，他的杀气并不是释放，而是凝聚。这样一来，杀意才可以收放自如，在刹那间，使出威力猛于数倍的攻击。这小子这么有天赋啊！成功了，不愧是开创了修罗斩的前辈，我的灵力全部耗尽才破开。他的修罗斩原来还有后招，可他又为什么替我挡住这一击？能这么快破开我的修罗斩，除了伊莱克斯大人，你还是第一个。做得不错，我姑且认可你。
我的伤势和灵力都恢复了。多谢前辈。我先放过你，接下来你就和他练练吧。那接下来就请前辈指教。小子，你可知他为何物？这是冰雕的花。芥子虽小，却能纳须弥，而冰亦是水，水能生万物。这里面承载的是天地万象，也是我跟随伊莱克斯大人这么久悟出来的精髓。不知你能否承受得住？这么久了，团长还没出来啊！团长！团长，你成功说服他们了吗？